大家好，我是傻利生。大部分的人以为赚到1个亿的美金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对吧？那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个变态，因为我每天渴望的就是我的负债可以达到1个亿、2个亿，甚至是10个亿美金。尤其是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全世界靠流量吃饭的人都教你不要负债，唯独我不断的借钱投资，买入贬值的资产。很多的酸民说亏死你啊，看你怎么破产跳楼。我很淡然的笑了。你们见过谁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持有现金，然后成为富豪的吗？全世界都在嘲笑股神巴菲特老了是个傻子，因为他居然布局经济失落了30年的日本。巴菲特也笑了，他不但把美元换成日本，还公然的发债借钱去投资。为什么？我告诉你，1个亿的现金放手上才是真正的负债。而我到处借钱去投资，旁人看来我背负的巨债，其实我这些债务才是真正的财富啊！各位，不对啊，很多人就是因为在金融危机负债，才会变得一无所有的。但你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在金融危机负债，才变得一无所缺的吗？你有没有发现，经济最差的时机应该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才对啊？为什么疫情的时候，股市、房市，连什么虚拟货币、NFT 都暴涨呢？而现在疫情总算过去了，我们的经济却正在衰退呢？因为金融危机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人为的。美国的资本家设了一个局，这局每一次都会引发金融危机。但别怕，美国的资本家还是很爱国的，因为这局危害的是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其他人。最不希望美国破产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我们全世界的人民啊！我们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美联储疯狂的升息，收割我们的财富，我们也不希望它破产啊！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交易都是以美元结算的，它破产的话，将会拖垮全世界经济。换句话来说，现在是全世界的人民在供养着美国人。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在疫情的时候，美国人是怎么度过的。有的人会笑美国，他们的国家防疫做得很差，死了很多人。对，这个是事实。但你不知道的是，美国政府给每个人派钱、发补贴，只要你有一张绿卡，不管你蓝的、绿的、大的、小的，都给你发钱，发了1年多。那请问他发的是谁的钱呢？20年疫情，美联储大力向全世界发债借钱，把借来的钱用几乎等于0的利率借给了美国人，这个叫做注水，来刺激经济。那请问这些借来的钱是谁的呢？全世界的人民啊！也就是说，在疫情最差的时候，大家生意都不好的时候，美国资本家把全世界的钱吸过去，让他们的子民富起来。而现在全世界经济低迷的时候，他们居然说美国通胀很严重，要升息来打通胀，把全世界资产贬值，然后让他们的财团用升值的美金去收购我们贬值的资产。大家看到整个局的关键是什么了吗？就是负债。我告诉你，在有财商的脑子里面，负债就是空头支票，可以让身边所有的人把一生积累的财富奉献给你，为你所用。你可能会觉得我瞎扯，我把钱放手上，我从来没有借钱过给别人，那你怎么可以说我把财富奉献给你呢？那这种呢，就是属于没有财商的人会问的问题。我们说把钱放手上，难道是说你把钱放床底下收着吗？谁的钱不是放银行啊？那银行打开门是干什么的？放贷啊，就是把你的钱借给我啊，不需要经过你同意的，能够听懂吗？所以要不要学习财商？要不要把今天这部影片看到最后？要不要在经济危机、财富大洗牌的时候，一跃达到财富自由？很多人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到，所以就拒绝接受财商，所以就一辈子乖乖的去当那个被剥削的员工。而有的人因为相信对他们来说没有损失，所以就选择了相信，结果思维一瞬间就改变了，行为也跟着改变了，结果他们成功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那么你是选择对你有用，但可能会毁掉你价值观的信息呢，还是继续你的价值观跟羊群组队的信息呢？而我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以后再也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一定要跟其他50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小铃铛。各位注意看，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想要成为这世界最赚钱的人，还是成为这世界财商最高的人呢？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研究如何才能赚到钱，就跟当年的日本人一样，他们曾经是全世界最勤奋的民族，而且他们的发明都很聪明，对吧？当时在美国的街上跑的90%以上都不是美国的车，而是日本的车。大家在家里面用的都是日本的家电，所以日本人非常的有钱。当时他们嚣张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美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华尔街，对吧？我们的财富就足够买下你们整条华尔街。最夸张的时候，他们还真的买下了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还有曼哈顿的很多房地产，把挂在房顶的美国国旗换成是他们日本的国旗。这时候，美国的资本家笑了一笑，他们并不感到生气，而是把身边的财团都聚集起来，关上门，然后布了一个局。你强任你强，美国的资本家认为呢，日本人还不够的嚣张，不够的有钱，所以推你一把，把他们手上大量的美元都换成日元，跑到你们日本去买房地产、股票，疯狂的扫货，推高他们资产的价格。那日本人就很爽，我爸给我留了2套房、几只股票，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变成了富二代。这还不够，美国直接跟日本签下了广场协议，让日元升值，日本的房价直接翻了10几倍，股票更翻了30-50倍。以前1美元可以换200日元，后来日元升值到1美元只能换100日元。美国的资本家就在日元到历史最高点的时候卖掉所有的日本资产，高位套现了，然后把所有的钱换回来美元。所以他们不但赚了房价、股价暴涨的50倍的利润，还赚了外汇升值的2倍的钱，加起来就是100倍。如果说1个亿的美金这样转一圈的话，回来就是100亿，那么100亿美金转一圈就是1万亿了。那这一代被洗劫的日本人变成什么样呢？我早些时间经过日本，我玩了一段时间，实在太累了，所以就回到了当时住的大阪帝国酒店，找了一个人来按摩。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就惊呆了，是一个看上去70-80岁的老太太，而且她的手指不知道是不是常年替人家按摩的关系，是长歪的。那么我跟她聊天才知道，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很多老人都重返职场，考牌照、做保安、搬东西。你在街上看到开 taxi 的几乎都是老人，甚至你会发现很多老太太也跟其他20-30岁的女生去竞争色情的行业。你不要看不起他们，因为这个叫自力更生。有太多的老人没有工作的，就到 Family Mart， 他们也不贪心，就偷一个面包，吃完了以后就报警，然后就很开心的获了3年的免费住房、免费餐饮，还有免费的医疗。3年以后放出来，你知道干什么吗？继续的偷点小东西，然后继续的报警。听到这里，我有点心寒了，是不是因为美国做了这局，让那个年代的日本人都过得很惨呢？不是的，混得惨的只是那些没有财商的人。我的偶像 Robert Kiyosaki， 他的祖籍也是日本的，但他却可以在每一次金融危机里面赚到比平常更多的钱。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拥有财商。我告诉你，不要以为跟你无关，全世界现在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过程。你会发现很多金融巨鳄都已经把美金换成是其他国家的货币了，然后追击当地的资产。比如之前的影片说了，巴菲特甚至大量的介入日元去收购日本的几大垄断性的财团。30年前的日本，30年后又会发生在哪一个发展起来的国家呢？所以赚钱再厉害的人都是替造局的人赚钱，而要成为造局的人呢，就必须要拥有财商。富爸爸穷爸爸这一本书为什么可以改变我的一生呢？因为他教我的不是赚钱，而是教我如何守住钱。30年前你有100万，现在你有1000万，翻了10倍，很厉害，对吧？其实你很清楚，以前100万才能买到的房子，现在也是要1000万才可以买得到的。所以基本上你的财富根本没有改变。但有多少个30年前有100万的人，现在能拥有1000万呢？所以财商讲的是什么？97%的人都不知道钱到底是什么。钱它真的只是一张纸，很多人接受不了，他们辛苦赚来的钞票是真正的负债。但他们被通胀鞭打过后呢，才发现当你的钞票放在手上什么都不干，它每一秒都是在贬值的。你会无形从一个有钱人变成没有钱的人，这不是负债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会取笑我们欠了银行几千万，笑我们是富人，负债的富。那太棒了，我最喜欢这种先进主义的人。为什么？因
因为这种追随现金的人呢，最适合来替我们赚钱的。注意听了，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钱而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拿钱去换他们为我们工作。金钱真正的意义是交换别人的价值和资源。你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敢保证你的人生已经无敌了。在我们的眼里，钱就是粪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大便。所以我们能够拿它换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赚了。听到这里，很多人的脑袋都转不过弯，那我就再简单点说，这世界真正的财富是人，是资源。我们要发财，就是要用钱去笼络一群人，让这群人来替我们干活。比如说你有一个秘书，你让他来帮你倒一杯茶，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而你每个月给他发的薪水其实不是真正的财富，他帮你干的活才是真正的财富。再狠一点，没有冒犯，只是想让你们懂啊。比如说有一个校花，你给了他1000万美金，他跟你在一起了，他以及他身边的人都以为他赚了，其实他是亏的，因为你使用了他，但你只是给了他一堆纸票。能够听懂吗？能听懂的人都有潜质当上层的精英啊。当然没有钱怎么办呢？所有白手起家的皇帝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会做的是什么事？就是开空头支票。你们谁想要钱都过来跟我混吧，混成功了我给你1万两的黄金，给你封王封地，你要多少我给你，对吧？当打下江山的时候，你想要多少钱，我是不是都可以造给你呢？所以这钱是假的，但是你却因为这个不真实的钱而帮我把江山都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呢，我可以兑现诺言，也可以不兑现诺言。你能把我怎么样呢？甚至说我把你给杀了，你也毫无怨言。这个就是地谎术。也就是说，当我没钱的时候，我可以去借，借的这行为呢，就等于开空头支票。你看美国带头借了全世界这么多的钱，还得了吗？还不了的，早已资不抵债了。So what？ 美国还不是全世界最有钱、福利最好的国家吗？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替美国打工，那到底谁是债主，谁是借钱的人啊？所以借钱不是负债，被借钱的人才叫做负债。能够听懂吗？什么是造钱？我今天搞了印钞机放在家里面，刚开始我可能需要经营，需要管理。当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好了以后，它每天都可以随便印就完事了，那我就是拥有了被动收入了。赚钱你需要成本，但是造钱是不需要成本的。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华人都真的去拍好莱坞的电影吗？有人说是那边的片酬高，片酬高你也是赚一次性的钱，拍电影给你片酬，你赚的是主动收入。但是如果这部电影拍完以后，每一年会付给你版权费，付到什么时候呢？你死了，你以为就结束了吗？不是的，你的子孙依然可以获得版权费。这个就是印钞机。 Robert Kiyosaki 他是教财商课程的，一堂课2万美金，然后他就把他讲课的内容变成文字，写成了《富爸爸穷爸爸》，然后卖10美金，结果不但卖成了全球最畅销的书籍，只要我们下一代、下一代有学习财商需要，都会去买他的书。这个就是印钞机。你想要拥有这印钞机吗？YouTube 上有25亿人，如果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产品或是服务，你就会有25亿美金。而我们低调一点，1万人给你100，你就会有100万。而且你只需要打造好一部影片，哪怕你在睡觉，甚至是环游世界，只要有人看，你就会持续的收钱。当你拥有这印钞机以后，你可以聘请无数的人帮你去运营这印钞机，而你要做的就是享受财富带给你的自由。所以想不想跟我其他弟子一样去学习打造这个24小时自动的印钞机呢？什么都不说了，我把整套方法记录在我2023年自媒体培训营里面，定价是300美金。但是注意了，今天不需要300、200、100，甚至连1美金都不用，只要你订阅我，跟我结个缘，你就可以完全免费的走进我的培训营。如果你现在还看到这个机会，你缺的只是一个真正有结果的师傅带着你，那么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所以为什么美联储在疯狂印钱的同时会奉劝你去存钱啊？因为美联储都是由银行家组成的，它不是政府的机构，它是私人的集团。而这些银行家是怎么赚钱的？就是当你把钱存进银行，
他们就可以把你的钱借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整个银行体系叫做部分储备金体系啊。当你存10万块进去，银行就会把9万借给小白，小白把借回来的9万存进银行，银行又会把里面的8万借给小黑，如此类推。原则上是你把10万存进银行，银行却可以把这10万变成100万，然后借出去赚利息。所以他们会叫你去存钱，因为这样他们才可以多赚10倍的收入。而当他们疯狂的印钱的时候呢，就相当于你的钱贬值了10倍，能够听懂吗？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的负债？富爸爸告诉我们，从你钱包把钱拿走的东西就叫做负债，把钱放进你钱包里面的东西就叫做资产。存钱就是负债，因为钱在贬值。那我向你借钱是资产还是负债？如果我借钱去投资，赚到的钱大于付给你的利息，那这个就是妥妥的资产。如果我借钱去买保时捷，这30万美金的车，除非是限量版的，否则一买落地就不见1万美金，而且还需要付油费、保险费、停车费等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对吧？那这个就是妥妥的负债。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就算你拥有一辆保时捷、法拉利，你都只是一个穷人。不是说你有钱了，买得起奢侈品就是富人。一个没有财商的人都是穷人，没有钱买不起奢侈品，但有财商的人都是富人。那照扫地僧你这么说，所有会买车的、买超跑的都是没有财商的穷人呢？不是的，我也会买奢侈品和超跑。我让你看看底层真正的秘密。为什么穷人越穷，富人越富？有一个人叫大雄，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00美金，房租等等的支出呢是1000美金。那他真正的收入是不是只有1000美金？所以他一个月的现金流呢就是1000美金。大部分的年轻人刚毕业出来就是这个状态的，买不起车也买不起房，就是底层里面的穷人。然后有一个人叫做胖虎，工作几年了，薪水提升到4000美金。请问4000美金的人，他的支出会不会只有1000美金呢？他会不会去买个车呢？小资族嘛，中产嘛，你把妹没有车怎么把？就是这些营销的话术，直接把胖虎洗脑了，这样就会产生出刚才说的油费、保险、停车费等等的支出，还有每个月的车贷。再过了几年，想要结婚了，想要去买个房，而且还是那种偏远郊区的那种又大又豪华的独立屋，因为他们要自己去住的。那么他这样的薪水呢，是不可能一次性的付款的，所以要贷款，每个月还月供。借了银行100万美金，住了30年，还给银行200万，也就是说多付了100万的利息。那么我不去算什么管理费、装修费等等的了，我就当你房贷、车贷加起来是2000美金，连同刚才1000美金的基本支出呢，这胖虎每个月的现金流就是收入4000减去支出3000，等于1000美金。也就是说，胖虎跟大雄的现金流都是一样，也是1000美金。数值是一样的，但意义可不一样啊。胖虎如果一天没有工作了，公司倒闭了，被开除了，或者身体出问题不能工作了，那不好意思，你的4000美金的月薪呢就没有了。但是你2000美金的房贷和车贷还在不在？还在啊。大雄每个月花1000美金，他还可以不吃不喝，省着点去用。但是你胖虎如果还不起贷款，你的车和你的房都会被银行收走的。所以胖虎呢是属于生活压力更大、更加辛苦，他要更加拼命工作，更不敢辞职的人，因为他输不起，这就叫做中产。就是你们从小老师告诉你要好好读书，将来要成为的就是这种人。而大雄呢属于穷人，他反正就是光脚的，没有什么可以输的，重新来过就行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世界混得最惨的是什么人？不是穷人，而是中产阶级啊。因为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以为他们的房和车都是他们的资产。对啊，是资产没错，但不是你的资产，而是银行的资产。因为银行通过房贷和车贷赚更多的钱了，而你却因为房贷和车贷每个月把薪水的大部分拿去付利息了，这其实就是你的负债。能够听懂吗？各位想不想知道如何从穷人和中产阶级一瞬间跨越成为富人的水平呢？同样，我扫地僧也是赚4000美金一个月的薪水，但是我有财商，我有了钱，我不会先去买车、买衣服、买名牌，我是先贷款买个房。不是什么房都能买的，大部分的房都是消费品，
只有那种大城市有发展会升值的房。你不懂的，等一下慢慢的去把我房地产教学的系列看完啊。而我买的不是那种很豪华的房子，小一点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我只是把它租出去嘛。买租金回报高的，我的租金收入也不需要大于我的月供。比如说，我每个月要还给银行2000的房贷，里面其实有1000是我的本金，本金就是当我们卖房子的时候是可以拿回来的。所以我真正的支出呢，是剩下1000的利息支出。那么我的租金收入只要大于这1000，比如说$1500，那么这多出来的$500呢，都是我的被动收入，我都是有$500的现金流，能够听懂吗？当我需要钱把房子卖了，就算房价不涨，我也可以赚到每个月$500的现金流，一年就是$6000，10年就是$60,000。我有压力吗？我没有压力的，因为每个月的月供是越还越少的。比如说现在你需要还$2000，10年以后你可能只需要还$1500，20年以后你可能只需要还$800，能够听懂吗？而且大部分的人不会还30年的房贷，当房价升值了以后，通常5到10年就会翻1倍，我们就会把房子卖出去，而且我们还可以把房子抵押，借出来更多的钱去买更多的房子，然后租出去。听不懂的，真的要去看我以前的影片。那么你可能会问，房子租出去，你住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们一件真事，你们不要笑啊。我当年买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我自己就是在贫民区找了一家租金非常便宜的房子来住。我自己延迟享受了几年，等到房价涨了，租金涨了，随着时间推移，我的财富就无形的变多了。当我拥有真正的被动收入的时候，我23岁左右就财富自由了。所以为什么房地产这种操作难度不高的投资，居然还有那么多的人亏钱呢？因为房子在他们手上是负债，而在我们有财商的富人手上就是资产。记着，房子只有在3种状态下是资产。第一就是刚才说的，把它租出去，赚到的租金收入大于利息的支出，你就会有正向的现金流。第二就是买对有升值潜力的房子，就是炒房，房价暴涨以后把它卖了，赚的就是房价的差价。第三就是把房子抵押了，然后用这些钱去做其他的投资，赚到钱的话就是资产。所以说我不是让你不去买保时捷的法拉利，而是先把你赚来的钱拿去换成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让这个资产为你赚钱，赚到的钱大于支出的时候，你就是有正向现金流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拿这笔钱去买奢侈品、消费品，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应该做的就是把钱拿去投资这世界最值钱的资产，就是你的脑袋。你去买书、上课程，把人家一辈子的赚钱技能学会，装到你自己的脑子里面，然后去建立富爸爸说的5大资产。第一个就是会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企业。在当今这个时代，你要建立的不是几十人、几百人的公司，而是只有几个人就能够赚到钱的轻资产公司。为什么跟我学习创业的人都不会亏钱啊？因为他们都不怎么投钱，又怎么会亏钱呢？白手起家嘛。我们就在家里面打开电脑制作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就是一个24小时为我们赚钱的资产。如果说一家在纽约繁荣地区的门店租金要$10万，那么如果我有3万家这样的门店，可以让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都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租金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呢？而我现在告诉你是免费的，因为这家门店就是我们的影片。为什么一个几岁的小孩，注意只是几岁啊，连话都还没有说清楚，就可以年赚过$1呢？因为他把玩玩具的影片放上 YouTube， 让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他，光广告费就几个亿，而最赚钱的就是卖他品牌的玩具。这个只是幸运吗？有多少工厂上班的没有读过书的人，本来一辈子都看不到什么希望的，但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输的了，然后就开始了自己做自媒体，几个月以后就买车买房了。所以不是幸运不幸运的，是有做跟没有做的区别。我告诉你，今天只要你能够弄到1万粉丝，你基本上就财富自由了，随便你辞职，对吧？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自媒体上赚不到钱呢？他们缺的是一个在这方面真正做到有流量，并且建立起一个让客户追着我们跑的生意，在这方面有结果的师傅。
而我把我50万，并且可以年赚7位数美金的品牌变现方法，所有的道语术全都记录在我的创业商学院里面，传授给我的弟子，让他们直接按照我的模板套用在自己的身上，复制我的系统。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营销、创业、变现、产品的经验，也不需要懂得 SEO、剪辑、设计、写文案背后复杂的原理，你只需要听话，照着去死磕，你都可以跟我其他的弟子一样，在疫情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财富自由。你知道送给爱人和下一代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吗？就是你每个月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 YouTube 账号，还有商学院永久更新的知识。你把里面的内容给你的子女来看，你从小就把他们培养成一个老板的思维，这样他们才会守住并且扩大你的财富。如果你有机会走进商学院，我们还有一个几千人的商圈群组，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分享赚钱第一手资讯、资源、人脉。你现在加入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直接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100本书的精华思维，你还可以获得我们价格上很大的优惠，但是这些优惠我们真的要取消了。之前是因为想让更多资金还没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加入我们大家庭，而现在因为内容将会大幅度的更新，所以很多的大礼包和优惠都取消了。所以有心想要成为我弟子的，学到我看家本领了，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2条链接加入吧。那么当你建立好自媒体的事业，让自媒体这印钞机为你带来版权收入、广告费的收入、品牌的收入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些钱去买房地产，然后租出去赚租金的收入。同时你还可以拿一小部分的钱跟我在股票市场、比特币市场、外汇市场里面学会投机。我们是用杠杆小的钱换大钱，一赚到钱就跑，绝不拖拉。最后你才需要去为你的财富做避险，去买上合适的保险、黄金、白银、字画、劳力士等等的避险资产。这就是当今时代财富自由的路径，你可以融会贯通，但你必须要配置这5大资产，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事业、版权、房地产、股票还有黄金。听懂了吗？只要能够为你带来钱的东西呢，都是资产。这些东西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跟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关的，只跟你这个人有关。你有财商，所有的东西在你的手上都是资产；你没有财商，所有的资产在你的手上都是负债。只有你的头脑才是真正的资产，所以要学会投资自己的脑袋，延迟享用你赚到的钱，先把钱换成资产，好吗？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